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包明说。这期话题我们说一说越南的经济奇迹出现裂痕。越南经济在过去几年发展的非常的快，得益于承接从中国转出的劳动密集型的加工产业，以及美国推动的与中国的经济脱钩，越南制造已经在许多领域形成了对中国制造的替代。但是从去年下半年开始，越南经济遇到了困难。亚洲时报在1月3号发表了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的经济学家戴维·达皮斯的文章，越南的经济奇迹出现裂痕，对越南经济当前面临的一些问题进行了分析，指出越南从美国发起的与中国脱钩的行动中获益匪浅，但越南出口放缓可能会影响近年来的增长的趋势。2020年和2021年，越南经济由于受到新冠疫情的影响， GDP 的增长率只有 2% 和 3%。 2022年越南经济获得复苏，预计全年 GDP 的增长率约为 7.5%。 但是越南经济在2022年的第4季度明显放缓，许多媒体的报道，在年底的时候越南的出口订单减少，有数十万工人可能面临裁员。如果这种趋势在2023年加剧的话，越南企业尤其是房地产公司的债券将陷入困境。越南企业之所以如此热衷于发行债券，部分原因是因为越南的外汇储备主要用于货币的兑换率，越南银行一直是信贷紧张，越南企业很难再融资。雪上加霜的是越南的反腐运动已经开始调查房地产公司的一些土地转让案例，其中可能有大量的非法交易，这使得越南的银行很难为项目融资，外国人也很难在越南购买资产。不过越南经济也不是没有优势，目前越南的通货膨胀率为个位数，越南盾对美元仅贬值了大约是 5%， 低于许多国家货币的贬值率。大多数越南银行都拥有充足的资金，处于强势地位，对越南制造业的外国的直接投资仍然在增长，促进了越南经济结构的转型，这些都是越南的经济发展有优势的地方。越南希望在2023年能够实现 GDP 增长 6.5% 的目标，但是如果越南的主要出口市场美国和欧盟的经济疲软，这个目标就很难实现，而欧美市场疲软是大概率的事件。从长远来看越南最大的危机在于廉价劳动力正在耗尽。根据亚洲开发银行的数据，2014年越南农村适合进工厂当工人的人口总数是2450万，到2021年仅剩下1420万了，每年减少近150万。说白了，越南现在主要靠劳动力的价格低，依靠外国投资发展劳动密集型的产业。那么5年以后，越南再怎么提高生产力呢？能像中国那样的进行产业升级，并且依靠自己的品牌、自己的技术和产品参与国际竞争吗？答案恐怕不乐观。至少中国在自主研发上已经投入了巨额的资金，已经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越南有什么企业能够比得上华为和比亚迪呢？越南打算从哪儿搞到技术？美国不会对它进行高技术的禁运吗？我们应该对中国制造业的未来充满信心。东南亚和南亚的许多国家的工人工资比中国低得多，劳动密集型的产业转移到那些国家是市场的驱动、利益的驱动，我们赶是赶不回来的。我们需要做的是加大研发投入和创立自己的品牌，进军高端制造业，推动产业升级。同时要充分发挥我们的产业链的优势和基础设施的优势，在工业互联网和工业机器人的加持下，改造传统的劳动密集型的产业，提高劳动生产力。我们不比谁的工资低，而是比谁能在同样的成本下更快地制造出更多更好的产品，这是未来中国制造业的生存之道。好，这句话题我们就说到这里。